你有沒有發現一件特別離譜的事兒？一個交響樂團裡不發出聲音的人反而工資更高，他站在最前面，揮着一根小棍子，表情誇張的像在拯救世界，可幾十個頂級演奏家卻好像根本不搭理他。你盯着看上幾分鐘，心裡準犯嘀咕，這人到底在幹嘛呀？有他沒他一樣吧，我以前也是這麼想的，甚至有點同情他。小提琴低頭看譜，铜管專心鼓腮幫子，打擊樂在那兒數拍子，等着敲那一茬。既然没人看他，那他在那兒揮給誰看呢？演給觀眾看嗎？這幾千塊錢的票價是不是有一半都交了表演稅？你可能會說他在打拍子，得了吧，能進交響樂團的哪個不是練了10幾年的老江湖？讓他們對齊節拍就像讓老司機開直線一樣，那是刻在骨子裡的本能。這樣為了對齊1、2、3、4放個幾百塊錢的電子節拍器，比真人準多了，還沒脾氣，更不用買社保。但最邪門的事情就在這兒，如果真把指揮拿掉，短時間內還勉強聽得下去，但很快你就會聽到一種高級的混亂，就像一鍋本來該鮮美的湯，調料全對，火候也夠，但沒放那口提鮮的鹽就是不行。很多人以為照着樂譜演奏那還能錯，但真相非常殘酷。樂譜這玩意兒壓根就不是一份完整的說明書，它只占了音樂的一大半，剩下的一小撮全在那根小棍子裡。樂譜能告訴你什麼？音符、節奏、強弱，但它告訴不了你感覺。舉個最簡單的例子，就像女朋友問你，你怎麼現在才來？這句話可以是很委屈的撒嬌，可以是憤怒的質問，也可以是陰陽怪氣的嘲諷。字兒一模一樣，但意思天差地別。音樂也是如此，貝多芬第5交響曲那個經典的噔噔噔噔，可以是命運沉重敲門的壓迫感，也可以是英雄堅定出場的豪邁，甚至處理得快一點，還能帶出一種焦慮的攻擊性。同樣一份樂譜，不同指揮能讓它聽起來完全不一樣。沒有指揮，每個樂手都會做自己的微選擇。小提琴覺得這裡該深沉，大提琴覺得這裡該激昂，單獨看都沒錯，但合在一起就會打架。指揮的作用就是把這幾十種不同的理解強行統一成一個版本。為了讓你搞明白那一小撮的靈魂差異，我們來看2個大佬。一個是卡拉揚，外號歐洲指揮皇帝，他指揮時喜歡立着演，動作優雅的像在划船。他追求的是極致的統一、順滑、精致，每一顆音符都要圓潤的像珍珠。聽他的音樂，你會覺得這樂團是一台完美的精密儀器。而伯恩斯坦完全是另一種風格，這位大哥指揮起來充滿激情，甚至會直接在指揮台上跳起来。他要的是冲突、爆發，是那種近乎失控的生命力。同樣的，貝多芬第5交響曲，卡拉揚給你的感覺是命運的宏大敘事，而伯恩斯坦給你的感覺是命運正掐着你的脖子在大吼。這就是指揮的價值，他掌握了音樂的解釋權。現在我們回到你一開始的那個疑問，樂手明明不怎麼看指揮，那他到底在幹嘛？答案其實有點反直覺，不是不看，而是已經不需要一直看了。這裡有一個小細節，樂手並非完全不看，只是不會直勾勾地盯着看，通過餘光就可以捕捉指揮的動作变化。就像你開車時，眼睛一直盯着前方，但依然可以通過餘光判斷左右兩側車輛的距離和速度。職業樂手也是一樣，他們的主視線在樂譜上，但感知始終覆蓋着指揮。真正關鍵的一點是，其實指揮80%的工作都發生在你看不到的排練廳裡。在正式演出前，他們要經歷幾十次的折磨式排練。指揮會像抠細節的強迫症導演一樣，一遍遍叫停。這裡小提琴再往前推一點點，大提琴这句要厚的像化開的黃油，銅管爆發的時候別一下全衝出來，先憋住，最後再爆發。這些微小的情緒處理，樂譜上根本沒寫。只會通過反覆練習，把這些細節刻進每一個樂手的肌肉記憶，所以到了正式演出，大家才能看起来那麼游刃有餘。這就好比頂級黑客組隊打 BOSS， 戰術早就在小黑屋裡推演了10000遍，現場一個眼神，一個手勢，大家就知道這一波是該強攻還是該撤退。那麼現場那20%的揮舞到底有什麼用？這裡有幾個刷新認知的知識點。你可能沒想過，當晚音樂廳的觀眾人數多不多，空調開得冷不冷，都會影響樂器的音色和反應速度。濕度大了，木管樂器會變遲鈍；人多了，吸音效果變強，聲音會變乾。
這時候指揮就是那個實時調節的恆溫器，發現弦樂被吃掉了，他的動作會更舒展，引導樂手拉得更深。發現節奏因為空氣粘稠跑不動了，他會用更銳利的手勢把節奏帶回来。而且舞台本來就很大，聽見的時候再做出反應已經來不及了。坐在左邊的第一小提琴和坐在右後方的圓號，如果全憑耳朵聽对方的聲音来對齊，那聽眾聽到的就是一鍋粥。指揮站在圓心，所有人视覺對齊他的小棍子，才能實現物理意義上的同步。人不是機器，樂手也會緊張，會累，會走神。有時候某個人情緒太嗨了，節奏越跑越快，這在專業術語裡叫趕拍子。指揮的一個壓手動作就是強行降溫，這種現場實時微調是任何精密儀器都替代不了的藝術感知。沒有指揮的時候，音樂不會錯，但也不會對。沒有指揮的樂團就像是一群影帝影后坐在一起拍戲，但現場沒有導演，每個人台詞都背得滾瓜爛熟，演技也炸裂。但問題是，有人想演成深沉的悲劇，有人想演成浮誇的喜劇，但看每個人都沒毛病，但拼在一起，這片子就成四不像了。指揮這個職業最迷人的地方在於，他是舞台上唯一一個背對着觀眾的人，他不需要向觀眾討好，他所有的瘋狂、猙獰、細膩，全都是為了把一支龐大而驕傲的樂團逼得更進一步。那根小棍子揮動的每一寸空間，其實都是在跟幾百年前的作曲家靈魂對話。統一節拍很容易，統一理解才難。在頂級樂團裡，唯一一個可以指揮別人的人，通常也是拿錢最多的那一個。因為這個世界從來不是誰幹得多誰說了算，而是誰定義對錯誰說了算。如果把你丟進一個世界級樂團，你敢不敢拿起指揮棒揮一下？你可以不當指揮，但最好看清誰在揮棒。這裡是辣媽好奇，感謝點讚訂閱，下期我們聊點更狠的。